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前几天旗舰赛的时候呢，上演了一波阴间走位全场总共4个波尼，我黄黑路飞瑞士人连碰俩波尼给我送走了，我是真的服了。于是我痛定思痛，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欲先制敌，必先获敌。我呢就找了我们北京的数名冠军波尼进行请教，都跟他们说我要放弃路飞转玩波尼了，以此骗出了这篇波尼的卡组精讲，也算是几百家之所长了。我会结合各位冠军选手的分享，以及我在偷师过程中的理解，为大家从多个方面带来本期的波尼卡组构筑及打法精讲。看在我又一次的吸成人脉的份上，向大家求个手里免费的赞，不过分吧？如果听完我的讲解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不同的观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进行讨论哈。还是那句话，构筑是死的，人是活的，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构筑最重要。那么闲话少叙，新一期的卡组研究院开整。开始前呢，先感谢下几位冠军选手的无私分享哈，菠萝护士3807，还有脆皮炸鸡腿哥。本期我主要是担任他们的嘴替，帮他们阐述出一些观点。当然，如果说的不好，可能是我理解不到位，欢迎在评论区指正。首先看一下波尼这名领袖，领袖技能，对方回合对方攻击时一费横对面一个。如果要为07的这几个领袖的技能进行下打分，最强的肯定是贝达朋克。但是抛开身材谈技能纯属耍流氓，抛开这个二血瘸子，波尼的技能绝对是07名领袖中最强的。我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优于女帝，虽然不是赚资源，但是能有效的削减公平，并且最厉害的是要求对手打破常规的越打越大的这个 OP 定律，可以让波尼的对局经常性的处在吃大的挡小的情况，必须大的先打这一点，斩杀轮也能很大程度的增加对手的计算量，拖得越久越让对手容易犯错。所以波尼一定是个标准的偏重后期运营的资源消耗型领袖。看完08的卡池，我感觉这个技能在08里都算厉害的，是个很保值的技能。可能有朋友会问了，按理说技能这么强势，那为什么波尼的成绩一般呢？这里就要分析波尼的几个核心问题。波尼纯绿无血领袖，超新星波尼海贼团双词条。波尼海贼团后面还不知道出啥呢，但是现在就是等于没有。而绿色超新星的锁头卡目前来说只有2张，6费的霍金斯，5费的白马。首先这2张卡不能说不强，很强，但是这2张卡主要是前中期的功能牌，辅助运营才是主要作用。那么运营有了，接下来就需要找到合适的在后期能足以直接奠定胜局的单卡，这便是波尼的问题所在了。黑色有莫利亚，黄色有艾斯，蓝色有喷火龙，红紫萝卜跟你长那一套。绿色呢不是没有啊，思前想后，8费基德或者9费索隆是绿色最有质量的后期单卡。不是说这2个不厉害，而是在当前环境确实有些不够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提到的几张后期单卡都能很直接的帮助对应的颜色转资源。莫利亚1卡等于3卡，艾斯加1血还可能解个场，1卡再赚2卡，喷火龙抓4还是个12000，基德和索隆的收益均是延迟的，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均是未知数。作为一个标准的后期领袖，后期运营全靠中期单卡支撑是绝对不可能的，而绿色绝大部分后期单卡的收益又都不够直接，这直接的导致了波尼明明是个后期领袖，后期反而不一定有别人厉害的尴尬处境。这便是波尼现在的主要问题。但是出什么卡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思考没有意义，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顺应当下的环境，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道路。总结一句话，波尼的尴尬处境在于，他虽然拥有10分强力的领袖技能，但是由于目前绿色缺少特别强力的超模单卡，使得波尼的地位有些不上不下。但是合理的构筑和得当的操作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下3位的构筑，具体谁是谁的我先保密哈，万一你们有人哪天碰上了呢，我给他们留点神秘感。私下我也去看了几套波尼，说实话，波尼真的是比红紫罗百花齐放多了。单轴的、双轴的、超新星的、唐团的、和之国的、下9所的、放弃9所的、带明哥的、不带明哥的，差异化算是目前领袖中最大的。不过各位放心，我也是帮助大家做了下总结出了关于波尼构筑的几个基本通用的理解。1. 超新星轴绝对不能放弃。霍金斯白马
目前唯二的2张超新星锁头卡，并且效果强力，是波尼中期运营的中流砥柱。所以不管是搭配什么体系，超新星轴都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从重要程度上来讲，霍金斯其实是大于白马的，因为07是个占场面的环境，场面会比其他任何资源都要重要一些。而霍金斯的赖场能力能很大程度的帮助波尼稳住场面和节约资源，7000身板也是不错的打点。所以咱们能在展示的构筑中看到有减少白马数量的，但是霍金斯都很统一的带了4，就是这个原因。传统的超新星老大哥巴菲基德在当前环境确实有些不够看了，所以都不约而同的减少了他的投入。但是毕竟还是超新星体系内能被检索到的唯一大哥，还是不能被放弃。即使没带满，上手率其实也不会很低，因为波尼的领袖技能存在，会使检索波尼的存活几率大大增加，基本都能检索2次左右，所以上手率还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关于基德，如果说霍金斯是越多越好，基德就是有就用，没有就算了，所以也不用过于强求。甚至8费回合也可以直接基德加克拉松的组合，不贴东，就为了占大哥要场面。2. 霍迪琼斯才是这道牌真正的大哥。几位老师都跟我强烈的表示了霍迪琼斯的重要性。唯一下3的构筑现在跟我说也想要下回来4了，下4粘手，下3捡不到，所以他宁可粘手也要有鱼，足以说明鱼头的重要性。霍迪可以说是面对红子罗时优先级甚至高于霍金斯的重要单卡，一波返场就能很大程度的奠定胜局，甚至如果有鱼还可以去尝试打变速强血。掉血的副作用在波尼能经常低代价保血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理解为变相的补充手牌，面对黄黑路飞时也是最有效的斩杀手段之一。面对暗尼路还可以帮助控制下血量，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吃检索，鱼人本家很多又都锁头，所以无法走超新星加鱼人的双轴体系，故只能下4保证上手率了。3. 10费明哥和9锁算是共卡位单卡，咱们可以看到只有一套构筑是最贪的带了22，其他都是索隆明哥选择了其中之一，这个其实就是针对于你自己的对局思路了。9锁能很大程度上帮助你快速结束对局，但是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前面讲到的，没有任何当时赚取资源的能力，下场的回合必定要挨揍一轮，但是如果撑住了，很可能一卡终结比赛，是个能物理提速的手段，更加适用于黄色多的环境。面对红子罗的话，虽然站住了等于赢，但是实际作用不如霍迪琼斯。大明哥则是最好搭配双轴，主要获胜思路是明哥连打，相较于索隆要更加稳定，但是对于自身场面会有一点要求，最好是有白马或者乌尔基，保证技能的发动。普遍建议是为了保证应对思路的确定性，只选择其中一种最好。4. 8费克拉松不一定有用，但是不能不下。克拉松可以说是波尼应对黑色的唯一手段，不管是8费还是2费，并且8+5的强力返场可以让红子罗解不过来，确保自己的场面一定能有角色留住，还防住了蓝色的重力刀，因为本身就一定会投入白马这个强力5费，所以还可以增加一些其他配合，比如5费德雷克、5费波尼、重置罗，去打出一个更高的上限。至于没带克拉松的那个构筑，他那天我在场打的全是艾尼路。5. 克里克看起来很美，但其实不一定有用。克里克其实是最纠结的一张牌，可以说是打红子罗专用也不为过。这就是第一个问题，打其他领袖基本没用。第二个问题是他使用的滞后性，如果克里克不能 K2， 那么这张卡就是纯亏的，但是等到能让他 K2 的时候，你的血量可能已经烂了。再有就是这张卡彻彻底底的不吃减，是否能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准时在也是个问题。如果真的被红子罗追着打的话，一定有投入的必要，起手就去找，没找到马上换策略。以上5条是我经过总结提到最多聊到最多的几点构筑思路，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情况。小怪部分呢，因为相对比较固定，所以没太细聊，我就简单说两句。2000边上双轴带对应的，单轴带乙藏，可以过雷贝卡、黄猿、观星明哥，也可以帮助解红子罗的场。小阻挡克拉松没理由不板，面对黑色时的最强抗性。沃尔基其实不太奢求他的战场，除了后手4费准时，其他时候不如白马，主要是为了弥补4费曲线。巴托罗米奥能帮助置换手牌很关键，但是双轴卡位不够，优先放弃。单双轴主要是看你想不想靠明哥取胜。以上就是我经过跟几位的探讨，加上我的个人理解做出的总结，希望能对大家在构筑时提供新的思路。我们4个真是太强了。构筑讲解差不多了，接下来是打法思路。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再明确的打法思路，也要自己亲自去实战去体验，才能真正的理解。并且波尼真的很难练，比以往任何领袖都要耐得住性子。先说下先后的取舍问题，其实比较简单。内战要先，其余基本都是后手。
尤其是面对红子罗和陆棋，甚至大部分评价为打陆棋先手输一半，打红子罗先手一定输。先说简单的，内战为什么要先手？因为内战基本都是镜像对局，先占白马，先占九索，就是有明显的优势。不过依此衍生出了内战输了骰子的策略，找基德获敌，然后养猪。策略是后手打内战一血不碰，对方打头就掉血。8费时获敌解白马，10费时基德造铁壁，把对面耗干了再斩杀。不过说实话啊，基本碰不到内战，内战就很纠结，怕索隆吧就得保血，但是万一又想上基德就得卖血，难崩。打黑色的核心思路呢，就是要给他血量压力，无视一切就走脸。霍金斯也要去走脸，要让他第一个莫利亚下来之前就感受到生命威胁。因为虽然波尼的技能很赚资源，但是黑色这边解边战，莫利亚直接赚2卡起步，确实战线越长可能越不利。绝大多数领袖面对黑色也基本是这个思路，战线越长越不利。要后手主要是为了能保证准时霍金斯，少有的黑色极其难以处理的打点。霍金斯连拍可能比明哥连拍还厉害。4费的节奏点呢有个小技巧，看他3费回合墓地有没有2个 CP， 如果没有，可以4费压一手乌尔基，因为如果没有的话，5费不一定解得掉。打红子罗的话，有说养猪的，也有说不养的。说养猪的呢，就是拖住了，站住九索，一波带走比较稳。说不养的，就是说养猪就是在赌红子罗雷九多不多，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统一的是怎么打都不好打。波尼不是怕你公频大，就怕你公频多。红子罗基本稳定每回合2到3角的公频，很容易就让波尼应接不暇。甚至克拉松的保护功能在红子罗面前也是完全的形同虚设啊！果然啊，克拉松面对罗没有丝毫的抵抗力。整套牌除了6费的霍金斯，基本没有战场的余地，所以打红子罗就看霍金斯和霍迪的表现了。霍金斯站住了，再加上霍迪的返场，时不时再有点像克里克、德雷克的辅助控场，综合之下才有机会吧。波尼打红子罗，除了找这俩以外，基本没有什么公式，具体怎么打也只能是实战多练，自己找感觉了。打蓝色的话，打女帝要后，打明哥要先。因为基本都是4费角色，所以克里克也能一定程度上的帮助缓解压力，尤其是明哥7费时基本一定双解。打蓝色主要就是讲究控制手牌在6到7张，场面一定是5+7或以上，不然一个重力刀下去全完了。8费克拉松的高光时刻了属于是，并且打蓝色有个十分投机的行为，如果手牌太差了，可以故意把手牌留到8张，然后让他布林洗一洗，保不齐洗完更好了。打艾尼路的话，9所站住基本就赢了，他也基本不会碰你，后面也比较难打得进来。有个思路就是把艾尼路控在3血，防止大河 K9 所。雷赢的话，自己要撕2血，还是十分肉疼的。攒好公频，2波推死。基本上啥卡组打艾尼路思路都差不多。不过波尼打艾尼路的主要问题是需要多加快些思考时间，不然你俩比着慢，铁双败。打黄黑路飞，我想没有人的波尼不会打黄黑路飞吧？不会吧？波尼本质上还是个 box 卡组，需要你对当前环境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最好的办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多练，无他，唯手熟耳。我之前常常讲一个词叫做延迟满足感。波尼的练习成本应该是目前 OPCG 中最高的领袖了，比红子罗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波尼却没有红子罗那般充足的正反馈，很容易在练习的过程中有很强的挫败感，所以可能很难坚持下来。但是如果坚持下来，相信我们，波尼绝对会是你的上分好手。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到此就正式结束了，感谢几位冠军哥对我的分享和帮助，祝他们之后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瑞士轮呢别碰上我，瑞士轮之后更别碰上我，碰上我也玩的不是波尼。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